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y channel. I'm David. 大家好，我是 David，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是我 Threads 克隆系列视频的第6期。我给我的频道设置了2个里程碑事件。当频道的订阅数达到500的时候呢，我会把前端代码开源出来。当订阅数达到1000的时候，我会把后端代码开源出来。如果你对 Threads 外部端技术以及产品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只有在我的频道，你才能获得 Threads 最细致的技术解读。本期视频的主题是 Mask 组件。当然在视频开始之前呢，首先回顾一下过去接近1周多时间以来同步 Threads 源站的一些内容。首先第一个优化的话就是优化那个 Postline 的样式，由原来的 SVG 的形式呢改变了直接用 div 的形式。这里演示一下审查元素，可以看到帖子左侧的这个线条这个部分的做了一些优化。这里的这个因为由于前面Threads 它对这个 post 的展示形式做了一些优化处理，原来的这个曲线去掉了。之前那个曲线它是由 SVG 来实现的，它去掉这个曲线之后呢，我看它原站是直接用 div 来实现的这个灰色的直线。这里我也做了同步的实现。第二处的话就是发帖时新增了为视障用户添加文字描述的弹窗。这里模拟一下发送这个图片。点击这个替代文字的话，就可以输入这个文字。当然这里的交互上面呢跟原站有所不同，它原站的会有两个弹窗会左右切换，这里的这个实现思路目前还没有找到，而且我去 source code 去抠它的源码的话，它的整一个实现思路是比较复杂的，就是没那么轻易可以把那个逻辑抠出来。所以说这里暂时是用这个弹窗去实现这个交互。当然后续的话会考虑把整一个这个左右切换的这个交互的这个组件也实现出来。这是第二处的优化。第3处的优化就是优化这个 list 的 bug。第4个优化呢，就是在这个navigation back 组件移动端的动画优化。这里可以看到，如果我这里点了这个帖子的话，它这边头部的这个导航栏这里的话会有一个 back 按钮的一个动画。之前的话在移动端的话这个动画是去掉了，后面我看它原站做了一些优化，这个 back 按钮的动画又出现了，这里做了一些同步。同时呢优化了帖子的这个回复权限。你看这里发帖的话，它可以之前的话它的这个回复权限只到回复这里，它是没有对帖子的引用权限做处理的。最近的话Threads 它是对你发帖的时候，同时是对帖子的回复和引用这2处都做了权限的处理。再者是优化了 toast 的方法，新增了一个 close 方法，就是当发布帖子成功之后呢，点击这个查看会立马关闭 toast 的。这里我做一个演示。之前的话点击查看这个 toast 的还是一直浮在这里的。你看这里发送成功，我点击查看，这个 toast 已经消失了。这就是接近1周多时间以来对于 Threads 原站的一些同步的更新。其次呢，那么就回到今天的这个视频的主题 Mask 组件。Mask 组件的话，它是在整一个 Threads 项目当中非常基础的一个组件，它主要用于弹窗背后的蒙层。
在整一个 Threads 交互中出现蒙层的地方呢，都是基于这个组件来实现的。这里我做一个演示，那你看看图片，就后面的这个蒙层啊，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就是，点击这个个人主页的这个头像的话，也会出现一个蒙层。这个蒙层的话，这里的蒙层由刚开始演示的那个黑色的蒙层，这里变成了这个高斯模糊的这个蒙层，也是基于这个蒙层 mask 组件来实现的，只不过是通过配置了这个参数，让这个背景颜色做了一些改变。其次呢，下面主要是这个组件要关注的几个地方。首先的话就是，那么我们现在打开这个组件的代码。首先，第一处的话就是 disable body school。为什么要设计这个disable body school 这个属性呢？就是当你打开这个蒙层呢，你需要禁用掉原来那个整一个页面当中 body 的这个 school， 这是其一。这个实现的方法呢，主要是借助了有一个 hook， 就是叫做 user lock school。这个方法呢，我是直接从 NT Mobile 的那个方法去抠下来的。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二个地方的话，就是我觉得，在我目前所使用到的 Web APP 当中呢，这个交互算是比较亮眼的，而且，那么下面我演示一下，就是当我打开了这个蒙层之后呢，我滑动我的鼠标滚轮，它会有一个，你看，它会有一个向下，然后整一个 mask 包裹的这个元素的，它的会缩放，同时呢会有一个渐隐的一个效果。这个这里的设计的一个属性叫做 pull to close。这个 pull to close 主要是用来控制你的 mask 是否会出现这种效果，就是当你的这个 mask 所包裹的元素滚动，鼠标滚动，也就是鼠标滚动，它也其实就控制这个滚动事件，有滚动的时候呢，是否出现这种效果。那这个 mask pull to close 这个属性它是这种效果它是怎么实现的？它主要是利用了这个一个 CSS 的属性叫做 score snap。这个 score snap 的话呢，它主要有一个效果就是，当它可以让网页容器滚动停止的时候呢，自动平滑到指定的位置。也就是说，当你在页面元素里面去当你去在一个页面容器里面去滚动这个滚动条的时候呢，它会自动滑动到下一个元素，它的子元素。这里我演示一下。同时它会有这种弹性效果。那么回到我们的这个交互啊，你看当我点开这个 mask 的时候，然后我再方便演示中，你可以看一下，当我滚动这个 mask 的时候呢，看一下它这个元素，这里会有两个变化。首先的话，它会监听这个滚动的一个比例，然后将这个 mask 的那个组件里面的内容呢，同时会设置一个透明度和 transform scale。你看，当我往下滑动的时候呢，它会自动弹起来，但是当我往下滑动比例较大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滑下去。这里的话就是利用了刚才说的那个 score snap 这个 CSS 属性。那么回到我们的代码的话，主要就是通过监听这个 on score， 监听这个 mask 的 on score 事件，
监听score 事件呢，同时会去处理这个 mask 元素的 score top 和整一个 owner 的 window 的 inner head 去算出这个比例来。这是 mask 组件要说到的这个第二个部分。第三个属性的话，就是说 disable player scheduler。disable 为什么要控制这个设置这个属性呢？就是在我们第五期的视频里当中提到过一个组件叫 video scheduler， 就是这个视频控制器。为什么要设置控制这个视频控制器呢？就是比如说呢，当我们点开一个 mask 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控制，就是当这个 mask 背后的这个所有的这个 video 要它停止播放，所以说这里就是设置了这个 disable player scheduler。当我们设置这个 visible 为 true 的时候呢，就是整一个 mask 渲染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会把video scheduler stop， 然后同时呢，当它为 false 的时候呢，会把它这个player scheduler resume 就是重新恢复播放。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叫做有一个属性叫做 mask stack。这 mask stack 主要是用来控制什么呢？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就是当我们输入的时候，这里我按 ESC 键，它会出现有一个提示，就是你是否要放弃这次串网的编辑。这里也会看到它又会出现了一个 mask。我为什么要设置这个 mask stack 这个数组呢？主要就是为了控制当前，因为如果我不控制的话，那么我按 ESC 键，它会同时去触发当前窗口当中所有 mask 组件的这个 close 事件。那么有了这个 mask， 有了这个 stack 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控制，只去触发。这里看一下代码是怎么实现的。那么当mask 的 visible 为 true 的时候呢，就往这个 mask stack 里面去 push 一个 ID， 这个 ID 就是当前的 mask 的这个 ID。同时呢，当visible 为 false 的时候呢，就把这个 stack 出站。那么我们在按 ESC 键的时候呢，这里就会做一个判断。看一下上面这里这里会去做一个判断，当前的这个 ID 是否跟这个站的最外层的这个ID 是否相等。如果相等的话，如果相等的话，就去触发这个对应的这个 close 事件。如果不相等的话，就 return 就不去处理。那么当我们有多层的这个 mask 叠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当按 ESC 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触发这个最外层，就是最表面那一层的这个 mask 的对应的 close 事件。那么本期要说的这个 mask 组件，就主要的这些要点就差不多，关键的这4个要点差不多就解释完了。我的整一个的 Threads 克隆的系列视频里面呢，不会就是说详细的从一行代码这样去阐述，可能还是需要有一点React 的相关的一些基础的。同时我最近也在考虑，就是因为整一个YouTube 的这个数据比较差，我正在考虑是不是先把整一个前端的项目先去开源出来，然后通过开源出来之后，然后后面再考虑去把后端的代码开源出来。那么你对 Threads Web 端的技术感兴趣的话，那么欢迎去订阅我的频道，后面我也会把整一个前端的开源地址发出来。我这个项目呢，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
陆陆续续到今年的5月份的话，已经过去了。就是这个项目其实是非常耗时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欢迎订阅我的频道。那么本期视频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